귀주성에서 유명한 녹차는 미담취야, 메이탄취야. 유명한 홍차는 주니홍차, 주니홍차. 오늘은 찬홍 형님과 함께 산속의 차밭에 방문해 보았습니다. 과연 차밭은 어떤 모습일까요? 어떤 숨겨진 이야기들을 전해드릴 수 있을까요? 호남성으로 떠나기 전 촬영한 마지막 영상입니다. 내용이 풍부해서 머리가 지끈거리겠지만 꼭 끝까지 시청해주세요. 자, 그럼 가시죠. 它这个季节它都不会再长嫩芽了啊，因为它要抵御这个夏季的病虫害。就是如果说是，所以说这一类茶叶呢，它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招虫。对。那这个群体种属于什么品种？你们知道吗？这个群体种的话，这边来讲，就群体种它的一个概念哈。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跟你讲的啊，就在我们这边或者说以我的这个了解来讲呢，就群体种它就是无数个单一品种混合在一起的，就叫群体种。然后呢，就是它没有说细分，就是说不能细分吧？对。它其实有一定细分，比如说有些叫台茶哈，但是到我们梅潭当地呢，有叫台茶，也叫土茶的，但更多的叫土茶。然后呢，这个品种的话，它的特性就是，不是单一品种，就是说它没有说是属于哪一个品种，就它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个体，就是你可以说，哎，这个品种它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叶子大一点，你可以把它命名为中大叶种，它有一些叶子小一点的，比如说你看，对，这棵茶树和你看和这个不一样，和这个也不一样，对不对？对，这个叶子的这个形状，它就有这个区别。你看这个呢，它稍显椭圆一些，叶子稍显小一点，对吧？稍显小一些，这个显椭圆一些哈。你看这个呢就不一样。就是每一棵树，这个叶片都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叶子就稍大一点，对吧？对。而且它是稍长，对吧？对。你看这两个。所以它这个就形成什么呢？形成的是就群体种是无数个单一茶树形成的一个总体，所以叫群种。群就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对，就是多的意思。就人以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群呢，叫你一个群体嘛，羊群，对吧？这个你应该了解了吧？我知道。就是一只羊叫一头羊，对吧？然后呢，两只羊、三只羊，但是呢，有很多羊就叫一群羊。对。然后这个群体种是混合在一起的，茶叶品种，对，都叫群体种。就是有性繁殖的这个地方的一些土生土长生长的一些，对，土长的。然后呢，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有那种就是叫就是自然的这个茶果掉了之后它自然生长也有一部分呢就是可以利用什么呢？就是这个茶果哈，它到成熟了之后呢，然后在这个就是冬季啊或者春季啊点播了之后就埋在土里面，它也可以就是生长出来，就是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它又可能会变异，就是打个比方，就这个茶树品种哈，它是作为母树，然后呢这个茶果掉到种到土里面，然后它长出来的茶叶。它是近似于这个茶叶，就像我们这个就是孩子和父母一样，它可能近似，但是它还是会长得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就是它会慢慢的改变，就是它的基因会慢慢的改变，但是它总的来讲，可能它的带有的特性外形呐，甚至说这个茶叶的发芽时间呐，它都比较固定而已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品种，如果说这里面有1000个茶果，那如果说拿1000个茶果来单独的去就是培育这一个茶树品种的话，那可能它就会归类到了命名成了一个品种。比如说，西湖龙井里面的龙井43号，你应该听说过。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吧？13号。43号。43对，西湖龙井呢，它是也是一个地方品牌嘛。然后它的最早的茶叶，也就是说它就是群体种的，也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茶叶采的一芽、1、2叶的笋芽，拿来做的扁形绿茶，所以叫西湖龙井。那么有一个品种，也就是说在这个众多的茶树里面呢，有一棵茶树呢，它的表现看上去会更好一些，长得更肥硕，或者说发芽呀各种优势做出来的茶叶的香气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把这个茶树呢，无论是进行扦插也好，或者说茶果的这个就是点播种植也好，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品种了，那就叫43号。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么由来。那这个茶叶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把这个细分出来，你觉得这个茶树很好，对吧？那你要不断的，不管是
夹这个树枝，有2种方式嘛。你一个呢是用它的茶果，对，来进行原生，对，那这个呢就叫有性繁殖啊，有性繁殖它就不一定到后来的，它也可以叫群体种，但是它是群体种当中的某一类了。那这个就指的是什么呢？把这个单一品种拿来进行了培育。所以说，但是如果说这里的周围的哈，包括以我们现在全国各地大多数的这个群体种来讲呢，它就不是基本上不会是单一的某一个品种在一个地方进行发展，它就是属于当地的这个原生种，每一棵茶树都是单独的个体有些只能说近似，但是你会气味对比的话，它还是不一样。它发芽时间有的呢早3天，有的早5天，有的是晚10天，就它要形成有的长出的茶叶呢，芽叶偏红，有的呢有芽叶偏紫，有的芽叶呢偏绿，有的芽叶偏黄。所以说还有一个茶叶叫安吉，我们中国有一个。浙江的湖州市的安吉县有一个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对，应该有听过，对，安吉白茶。所以说安吉白茶呢，它就是在这个徐州市里面，被80年被发现的，1980年被发现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就是白化的品种，它就是基因变异了，比如说这个茶叶，它长出来的这个嫩芽嫩叶，它呈现白化，发现和其他周围的茶树长的这个鲜叶都不一样，然后呢就把这个茶叶进行再培育，就是说我把这个茶叶，要么简单的枝条进行扦插，那就不断的繁殖，就像大红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大红袍来讲的话，后期的它其实已经好多都是它的特性还是会有一定的改变的，它只能说它的母树它会带有这个就是母树的一个特点，对，它就不是嫁接的，嫁接的它概念又不一样，就是可能就是在。一个为母本，一个为父本，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全国大部分推广的这个茶叶好多是，什么呢？一个是嫁接品种，嫁接品种就是2个品种。有些茶叶呢，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打个比方，有些茶叶，你这棵树它的优势是在于发芽早，这边这棵树呢，它的茶叶呢发芽率高，那把这2棵树就是作为混起来，对，然后比如说在这个树上面这个作为母树，然后这棵树都作为这个子树，然后呢，把这上面的枝条，然后把它嫁接在这个茶树上面，那就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新的品种了。对，那新的品种的话，它就会很有可能会带有2个茶树它的共同的优点，一个是这个茶树的。发芽早和这个茶叶的发芽的这个多或者说壮实，那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可能好多就推广的一些高产型的茶叶，对，包括粮食，也是一样的，对，杂交水稻也是这么来的，对，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前的这个就是粮食的话，它是产量很低的，比如玉米、辣椒，然后稻谷，其实都一样的概念的，对，就研发出来的一种，对，OK。这里转上去，好，就是我们韩国人都懂云南的云海，没看过贵州的云海，没看过这个云海。贵州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云海的。它主要是那种就是什么呢？早上要雾气大，它是那个山脚的雾气大，然后呢山上的话它是亮开了的。像这种季节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呢是山脚，有的时候呢那个雾气它会往山上吹，就是。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就不是云海了，早上看到的是整个一片，把它全部密布掉的，也很壮观。对，整个梅潭县对那个有机农业的认知怎么样？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它不一定说是一定是往这个有机农业这么去想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茶叶呢作为我们梅潭县的一个支柱产业，也是一个地方产业。那么食品安全是很关键的，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对于这个农药的一个禁止使用，对草甘膦的禁止使用，对于化肥的一个减少这些其实都有明文的规定，也深入到每一个就是茶农的这个饲养当中。因为它涉及到了我们梅潭的茶叶，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很多不光是作为我们本地人做的一些就是名优绿茶、红茶进行对外的这个零售，还有就是像做的一些中低端的一些就是抹茶呀，或者一些出口茶，所以说它对质量的标准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对。然后我们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这个茶农呢，还是比较就是自觉，也比较积极的去比较懂得维护这个就是茶园的一个生态环境和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质量。OK。 와, 여러분 저기 풍경을 한번 보십시오. 진짜 이 운해가 미쳤습니다. 운해라기보다는 지금 비가 와가지고 형성된 비구름이기도 한데
너무 좋네요.就那个就是太阳能就杀虫的是吧？对对对，很多年了，这个安装了很多年，上10年了，其实已经。对。然后呢，对平时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蚊虫多的时候也会，就是装一些那个就是蚊虫板啊。因为现在呢，它这个就生物多样性会更好了。对。周边的话，你比如说杂草啊、树木啊，都会很多。其实那个病虫害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多。以前呢，就是这些茶叶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之前的话，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基本上这些土的话被就是铲得很干净的。就是因为多数人都要种庄稼，种一些就是当季的，或者说就是当季的一些就是植物。比如说辣椒，当年生的。对。就当年生的，比如说辣椒，比如说玉米。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叫春播秋收。但茶叶呢，它是一个多年生的植物。对。那武夷山的话，比如说茶园是这个样子的话，都是机器采摘的，但是你们这边的话都是这个手工采摘吗？全部是人工采。人工采。机器采的话，采哪一部分呢？就打个比方，它可能要留枝，现在这个机器采不了它可能要留枝，就等这个茶叶就整体的都长得这么深的时候也会有机采，但是机采会在这种地方呢不太好采，一个不大的。二一个呢，因为我们这边做机采的话，多数做的是绿茶，也就是说它对于这个嫩度要求还是比较高，它不是做乌龙，因为这个茶叶不太适合做乌龙，这个品种的话。对。然后因为它叶子比较小嘛，你看到的，它就是相对来讲的话，我们这边其实成本上面是比较高的，但是实际上的卖价也比较便宜，就是那种体检茶的话。所以绿茶行业就最累了啊。对，这个可以吃的。哇，这个是什么东西？一种野生草莓啊。也算是野生草莓。一种刺莓。野生딸기。有点酸。有甜味哦。有这种，那种不行。那种酸一点，还没有成熟。给我一个。来去。어디가나 딸기가 있습니다.你这个长得这么臭啊？长得很臭啊。很丑。长得丑吃好吃。但是好吃。你的茶地也是这附近是吧？我在那边。在那边。好。其实大差不差的。我们现在去你的茶地吗？不是。这会儿带你上去。好。看得会更远。해발고도가 이미 1300입니다. 와, 这里海拔已经是1300. 야, 이것도 여기 노수네. 这里你们本地的老树采摘肯定是很累的。外形就是它就是不好采。对。然后呢，产量又低，发芽率低。对。올라가기 힘드네. 要不要往上面爬？不用是吧？我觉得这就够高了。와, 여러분 이 풍경 한번 보십시오. 진짜 미쳤습니다. 와, 这里的梅潭翠啊，怎么不好喝啊？梅潭这个地方的茶叶资源优势呢，就是如你刚才视频里面所呈现的、所看到的对，就是海拔呢相对来比较高，然后呢生态比较好，周边的话没有其他的工业污染，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一些这个白烟的工厂，所以说从生态环境茶叶的这个就是生长的土壤环境也好，气候条件也好，它就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长出来的茶叶它的内含物质呢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丰富，做出来的茶呢口感也会比较丰富。我家就在这个山头，这个山头这住的。这个山头。对，前面那个。反正就是前面。这里呢也可以去我家，这里也可以去你家。对，因为你家为什么装在山里啊？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山上，然后为主。只是说我家住呢，现在是住山脚，老家是住山脚，就是茶园的话都是在山上。但今天这个天气呢，那个山上上不去，那路很窄。对。没有这个宽，很窄，很危险。오늘 비가 너무 많이 와가지고 형 밭까지는 못 들어갈 것 같고 형 밭 건너편이 보인다 해서 가보고 있습니다. 와. 这茶叶又是另外一种品种。
这个就叫金牡丹。哦，金牡丹。对。哦，就是颜色比较黄，偏黄。偏黄。然后呢，因为这个季节了嘛，它就是像这个叶子，你看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偏肥。然后呢，它这个茶叶子它的抗病性比较强。然后就是做出来的红茶，它会香气会更好一些。你看它的叶子要比那个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就福鼎大白，它的叶子更大，对，更肥一些。然后这个茶叶它就比较适合做岩茶。岩茶，对。还有红茶类。红茶和岩茶，但是绿茶做的话就不太合适吧？对，它做的颜色会稍微差一点。就说而且它条索会比较粗一些。你家最高端的红茶就是用这个金牡丹的。对。然后古茶树的呢，就是要看天气营收。还有呢，就是每一年它都会有变化，但是茶叶还是比较有脾气的。对。就是它不一定你都能够做得好。对。那种个性比较复杂。你看这个茶树，这个也是老茶树的这棵。石板上面的，你看这里也是。这边，是吧？对。这是老茶树。对。就说，你看这个茶叶它就不一样。对。看它上面都已经结果了。这个不能做规模化生产了。发芽的也晚。这里的。这就是。对。老茶树。와 이런 게 이제 여기 메이탄의 노차수네요. 和那个云南的茶叶嫁接的。对，大叶种。全梅6年。那这个大叶种，你们茶农喜欢吗？就是你们做什么茶？就做绿茶的比较多一些，就采这个单芽。现在这个，因为这个你要看，你今天看到，因为今天下雨嘛，肯定没有茶农采茶，采不了。然后呢，其他时候也不是很多的，就是我们这边的人均的占有的茶叶面积是比较大的。人均像这种，就是我们村子的话，可能有10-20亩，就一个人要管1-20亩地，根本就采不过来，知道吧？所以它才会长这么老。它不像那个福建啦，福建茶叶，比如说，它就可以什么呢？就等它长长一点，机器修剪，很快的效率。所以你们缺的就是人，是吧？对。人工。茶树就够了。所以说人工会贵。对。就在这个地方。哇。然后。疯了。对，然后这个那个位置呢，就是我家老房子。你家的老房子。多点钟线的，你看到没有？那个这树后面是吧？对，树后面。然后这条路呢，你看它很窄的那条路，当然也是水泥路，就是比较窄。就是你春茶的时候都路过那个路，去采是吧？对。然后呢，因为从这边的话，就是你下去再上去了，就是老家老房子。这老房子很多年没住人了。这里面山里面的话，还有2-3户人家。相对来讲就是这些山势条件、生态环境没得说吧？对。你看，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讲，我就是说的，在整个就是咱们煤炭来讲呢，就是我们村的这个生态环境的话，算是比较独特的。它没有这个，就是什么呢？没有就是过多的人工干预。对，确实。와, 이 형님의 차밭은 저 길로 들어가야 되는 곳에 있답니다. 이 메이탄 안에서도 정말 숨겨진 산림 안에 위치하고 있네요. 아이고, 이제 그만 가자. 볼만큼 본 것 같은데. 看起来就很空旷哈，就是很。对你看那个 wind 都在飞上去的。很空旷，哪个地方？那对面的那个房子就是你的那个老房子是吧？对，老房子。你春茶的时候就去那边吗？你是个老板，你不用去吧？我是什么呢？我是这个收鲜叶加就是做这个就是让他们做代工为主。其实很多鲜叶呢，并不是说全部都是我去收，或者要我亲自去收的。就是因为这个每一年，因为我做春茶嘛，就是3月份、4月份，就是1个月的时间，3月中下旬到4月中下旬，时间很短。就基本上不会去做太久。 네 여러분, 이렇게 이제 귀주성 메이탄현, 꾸이조우성 쭈니시 메이탄시엔, 이 메이탄현의 핵심 산지를 다 둘러봤습니다. 여기 촌 이름을 이제 메이쉐이꼬라고 하고요.
그 촌에 이제 또 한 중앙에 지금 들어와 있는 겁니다. 이번 주니홍차 영상 어땠나요? 뭐 그렇게 풍성한 내용이 담겼진 않지만 귀주성의 환경과 이 메이탄현의 환경을 충분히 전달해 드릴 수 있었다고 생각합니다. 저는 이제 너무 질려버렸기 때문에 다음은 호남성으로 넘어가서 한번 아나홍차를 다뤄볼까 하는데, 어쨌든 귀주성 일정을 이걸로 마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이제 산에서 내려가서 좀 따뜻한 것도 좀 먹고 슬슬 출발하고 싶네요. 어쨌든 이번 일정을 함께 해준 이 위에 거에게 너무 감사하고 더 풍성한 영상으로 다음에 뵙겠습니다. 岳哥，你这次带我来这个茶地，你辛苦了。没有。好，你以后的制茶也多多辛苦啊！我们跟韩国的合作加油可以，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啊来日方长嘛。啊！因为我们好的原料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更多的推广，然后呢也能够远赴重洋，或者说到这个你们韩国，也能够分享给你的韩国朋友和韩国客户啊，也能够尝到来自于我们这种贵州大陆深处的一些高山的一些高海拔的一些非常原生态的一些好茶。对啊，好，好吧，好，谢谢啊。谢谢。